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冷藏运输市场复苏趋势持续，冷藏车出厂拒绝指数和冷藏车整车运输指数均走高。接下来，韩国人工智能芯片制造商 Rebellions Inc. 和 Sapyeon Korea Inc. 已签署最终合并协议，向全球人工智能芯片巨头英伟达发起挑战。接下来， Meta 旗下的文本社交平台 Threads 与 Instagram 账号绑定，主打文字交流，但无长视频、私信和实时音频室等功能。截至2024年8月 ，Threads 拥有超过2亿用户。接下来，摩根大通警告退休人士不要过度提取退休金，建议每年提取不超过2%至3%。由于通胀持续，投资回报率前景较低，已不再适用传统的4%规则，因为这会导致储蓄枯竭的风险。接下来这条，巴菲特现金储备剧增，卖股多于买股，表现出担忧情绪。反之，作者看好货运巨头 UPS， 认为其具有反弹潜力、长远发展前景和高额股息回报。下面这条，半导体行业创造了几只增长型股票，在过去40年内为股东积累了巨额财富。这是一个价值6000亿美元的行业，将在未来10年继续增长，但投资者需要明智的选择。人工智能 AI 的出现让一些公司优势尽显，同时暴露了其他公司的弱点。以下是现在可以购买的2只芯片股，以及一个需要避免的行业巨头。接下来这条，区块链技术被视为新世纪的工业革命，有望改变各行业。为实现广泛采用，区块链技术需变得更加直观和易于使用。去中心化金融 DeFi 和稳定币已开始解决实际问题。游戏行业有可能成为区块链技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桥梁。接下来，传统平台对创作者的限制日益加剧，急需一种新方法。创作者正寻求新技术来掌控自己的内容和社区，以应对困境。讨论参与者提出，区块链网络可能是内容分发的下一波浪潮，为创作者提供所有权，设定版税并确保透明、不可变的付款，从而引发艺术复兴。接下来，瑞士保护本土农业的关税制度导致高昂食品价格，而农产品减产或需求激增时，政府会减税，让进口商品更便宜。瑞士消费者愿意接受高价，因为当地产品品质好，符合环保和社会标准。政府会针对特定情况减税，以保证供应。尽管有保护，瑞士农民仍面临生计压力。政府去年向农业发放约27亿法郎补贴。下面这条，比特币近期波动令投资者紧张，但市场反应揭示了更深层影响。在跌至4万多美元后，比特币回升至近6万美元。比特币价格波动引发老手和新手投资者的担忧和乐观情绪。接下来这条，比特币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的作用引发了不同的观点。它不是股票市场的数字映射，而是受更广泛经济力量影响的独特资产。除了市场相关性外，比特币的行为可能更复杂。接下来，上周金融市场大幅反弹，不同寻常的是，美联储几乎没有参与其中。股市在8月5日暴跌，道琼斯指数下跌1000多点，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均下跌3%以上。全球市场动荡，尤其是在日本日经225指数单日下跌12%之后，担忧情绪爆发，认为衰退即将爆发。一些专家要求美联储出面，对投资者发出任何形式的安抚。一些人恳请举行紧急美联储会议，以降低利率，而美联储什么都没说，或者几乎什么都没说，利率保持不变。下面这条，巴东丹·希纳瓦成为泰国最年轻的总理，他获得了泰国国王马哈·哇吉拉隆功的正式认可。他于周五以近2/3的多数票赢得议会投票，随后在周日的传统仪式上获得了皇室的批准。接下来，马克·库班在《每日秀》中的谈话中批评了硅谷与政治的关系，认为科技巨头脱离现实，试图掌控世界，将特朗普当作美国首席执行官，而他们则是董事会。库班还提到了埃隆·马斯克对推特的影响力以及人工智能在美国的发展潜力。最后一条是，7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
环比上涨0.1%，同比上涨2.2%，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测。阿克伦大学捐赠委员会主席丹尼斯·加特曼参加早安简报，讨论此次发表的报告及其对美联储9月利率决定的影响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